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揭开爱的方程式。浪漫的故事，幸福的位置，淋着风，淋着雨也不止。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记录点滴的当时。你的语言幼稚，都不必解释，紧握着彼此默契的实质。时钟悄悄地转了一圈又一圈，从不错过的每一分一秒时间，让回梦里的蓝天烦恼你的出现一一实现。微风也吹醒了你骄傲的笑脸，幸运的开始呼吸带着香甜，期待每一次遇见，守护我每个明天。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揭开爱的方程式。浪漫的故事，幸福的位置，淋着风，淋着雨也不止。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记录点滴的当时。你的语言幼稚，都不必解释，紧握着彼此默契的实质。哎呦，这么甜蜜呀，玩开心了两个人。可开心了。南哥呢？让我挺有趣的。恭喜老师，您怎么来了？我是来找你的。你知道我这次来中国，我希望找到最能呈现中国味道的设计师。宫崎真是深藏不露啊，中文说的这么好，不但精通设计，还懂甜点，最主要的还懂这个。怎么打着我呢？出去！真傻呀！滚蛋！你的那一套给你妈妈的衣服最打动我了。当然，通过去你家乡采风，我也对你更加了解了。我认为你还是很有潜力，成为一名好的设计师的。所以我想，如果我愿意教你，你愿意跟我学吗？真的吗？老师，您没骗我吧？人生如剑，出鞘无悔。真的？谢谢宫崎老师。哦，不对，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基金的优缺点，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同学们都听懂了吗？裴主管，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像您这样做到独立投资的呢？未来都会有的。这位同学，你这是？哦，没事儿，您继续说。把手机收起来吧。你没有听到我在讲话吗？把手机收起来好吗？好，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中国市场最值得投资的行业是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中国现在最值得投资的行业是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
和生物产业。那传统服务行业呢？不建议投资。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投资无极限？别说，是不是之前没怎么投资失败了？别说。等未来你们真正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极限只是个例，无法复制。但我想说的是，你们在学校学的那套，在工作中并不适用。那是您的学校吧，裴老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是要听那些过时的经验。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很多都不太了解国内企业的构成。麻烦您给我们普及普及。棒，你们大家都很棒。你们想学什么，我就教什么。中国企业的结构主要分为还挺得住吗？一起去兜兜风吧，我开车，你休息休息。您是否方便告诉我们，您的学历是？浙江大学经济学学士。在座的一大半都毕业于国外知名院校，最低的也是研究生学历。我本科是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生是法兰克福大学，师从瓦格纳、布莱希特教授，你应该知道他。但论实操经验，你们还差得很多，需要时间进一步。论实操经验是吧？我研究生的时候跟随布莱希特教授一起参与了德国欧尼尔飞机制造公司的投资、欧龙钢铁的投资，以及里约奥运会的基础建设投资。这种级别的项目，在海贝应该几年才有一次吧？这是哪儿啊？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这里是枝江新的城市中心。这栋楼呢，也是今年年初刚建成的，建筑面积580平方米，每平方米2.8块，一个月是48720，一年是584640。我一次性交付了3年，给我打了9折，一共是1578528。你所看到的，是我全部的身家。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我今天辞职了。裴静，从海贝出来，跟我一起创业吧。我还没有落魄到那种要破釜沉舟的地步。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想留在海贝。你以为回到海贝集团就能做回你的投资总监了吗？你今天和实习生的谈话我已经听到了。像海贝这样的集团讲究的是狼性文化，优胜劣汰，会有越来越多年轻的有能力的人层出不穷。就算没有那件事情发生，也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裴静，树挪死，人挪活。我知道，无极限的投资失败是我的责任，不上交报表也是我的决定。我理解海总，这是我应得的处罚。我也相信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到属于我自己的职位。暖月，你有你的梦想，但那不属于我。祝你一切顺利。那份报表是我匿名投递给公司的。无极限我提前就了解过，我就断定裘富贵那个人做不成这个公司。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如果不这么做，你会知道海总是什么样的人吗？裴静，你我都清楚，这1000万对于海贝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就算全部赔了，他和你裴静这些年为海贝赚的钱相比，算得了什么呢？一次小小的投资失败，对于你这个成熟投资经理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对，那份报表，按照公司章程，你确实应该第一时间上报给公司。但是瞒报不发的投资经理遍地都是。你不过就是想先了解清楚之后，再给海总一个交代，这有什么错？你今天给那些没毕业的小屁孩讲什么企业构架，他们随随便便就能质疑你的能力，这正常吗？裴静，海总是需要听话的人，而我需要你。不管怎么说，你都不应该骗我。裴总，哟，裴总啊，您好，您好，我是原培训部的主管。那是您的座位，来来，您坐。好。这花为什么不摆这儿啊？哦，那地方下午要摆台打印机，公司规定的。
哦，我的。以前呐，我坐这儿。这不是投资部的裴总，许小点啥？你没听说吗？水轮流转。瑶瑶，瑶，今天怎么穿这么好看？我哪天不好看了？还穿这么少？你不会要去约会吧？约什么会啊？我就跟朋友一起出去吃个饭。跟朋友出去吃个饭？朋友？哎，你喜欢这款啊？不是他这个跟你也差不多吧？看起来，而且你说什么呢？你不是他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比较正能量、阳光型的男生啊！瑶瑶，顾琪先生不是还约你换这儿吗？你还不赶紧去换衣服？小心点，我去，知道。寂寞，当你看到一幅画的时候，最先看到的是什么？我最先感觉是它的主体。那你是根据什么来判断它的主体的呢？
我是根据它的颜色、位置，还有神态来判定它的主体，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觉吧。那你对这幅画的感觉怎么样？感觉很舒服，很美。整个画面的颜色和结构都非常的和谐。每一幅画的颜色和结构，就像一件衣服的颜色和式样。当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第一眼感觉是什么呀？最初看到的是颜色，我第一眼看到的就能注意到这个小女孩红白相间的格子裙。每一种颜色都是有情绪的，而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也表达了这个人的个性的一部分。徐墨，你分析这幅画的用色特点和色彩运用方法，结合当下各大品牌案例，分析这幅画的颜色运用在现代服装设计的表现，以此为灵感，做一个设计稿吧。我知道，老师。啊。徐墨，我了解过你之前作品被盗的事情。通过这件事情，你肯定也发现自己在面料方面还有不足。而在整个市场中，最懂面料的，就是他们。我明白了，宫崎老师。刘姐，曲墨，你怎么来了？我有一些关于面料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您。啊，行，姐对面料可内行了。行，你看我现在刚进了些新的衣服，姐对针织啊、针丝啊、那马海毛啊，我啥都懂。你看看这个。曲墨，上次那个事儿吧，姐做的确实不对，但是姐也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惩罚和教育。姐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姐，都过去了。好，来，姐给你讲讲这个布料啊，这个布料的学问可大了，我跟你说。你看，你摸摸这个布料，你感觉它挺厚，这个是涤盖棉。宫崎老师，这是老明啊，老明，老公，哎呦，你怎么才来呀？宫崎老师，他叫您。还是叫我宫崎吧。哎，那都一样啊。这位是？啊，老师你好，我是曲墨，是宫崎老师的徒弟。我的东西带来了没有？好嘞！这个做旗袍啊，最关键的就是要做到媚而不妖，长而不露啊！穿上以后像水一样。这个尺寸量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啊，拇指、食指一住，中指、指起，这个松量就有了。嘿嘿，旗袍啊，量尺寸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胸围啊，要水平方向，量到前面最丰满的地方，
这个尺寸才是最准的。这间画廊是你的？对，算是我投资的一点艺术产业吧。挺有格调的。毕加索？对，我特喜欢毕加索。你呢？我不太了解。你以前是学画画的？算是学过一点点吧。不像。真意外啊！我还以为曹小姐会嫌弃抓泥巴这事儿。我之前看了部电影叫《人鬼情未了》，里面就有类似的情节，所以还来玩过一次。曹小姐，我可以叫你瑶瑶吗？当然可以了。瑶瑶，那你现在喜欢陶艺吗？喜欢啊，我觉得做陶艺就像实现自己脑中的构想，就好比自己知道自己的人生一样。你看啊，果然是经验不足又生疏，还是失败了。瑶瑶，你知道学习陶艺，无论是泥雕盘还是拉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而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事儿，一向都很有耐心。你看，真难看。再来。这家店的招牌我都点了，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这有点太丰盛了吧，受之有愧啊。哦，对了，服务员，麻烦帮我做一份鱼露烤多春鱼。好的。我们已经点很多了，还点啊？吃得完吗？没关系，吃嘛。来。没想到你也爱吃多春鱼啊。不，我昨天看了你的朋友圈，有一天你说你最爱烤多春鱼了，我看了一下那图片，应该是用鱼露烤的吧？不重要了，反正以后你爱吃的就是我爱吃的。你这个人倒是直接，哪有自己主动说翻了别人朋友圈的？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想了解你啊，看看你的朋友圈很正常。那看来我有必要设置一个3天可见了。好啊，反正你这几年的朋友圈我都已经看了个遍，2个红头发。是你吧？到了。那我走了，拜拜。等会儿。俗了。今天还是谢谢你啊，我还是很开心的。瑶瑶，这离你公司太远了，上班不太方便。
我觉得工作和生活还是分开比较好。明白，听你的。那我走了。回来了，回来了，你要不要吃泡面？我给你泡一碗。我吃过晚饭了。对，出去约会嘛，怎么能不吃晚饭呢？哎，你跟我说说今天怎么样啊？我早上看他开的那个车，感觉好像挺有钱的。你不是跟我说过不找富二代的吗？他不是那种游手好闲的富二代，他有自己的生意，而且还开了一家画廊，也会偶尔投电影什么的。业务倒是跟你挺对口的。你答应他了？没有，怎么可能？再怎么说你也得再考察考察吧，你得看看他诚意，对不对？对，你就是要多观察观察他，考验考验他，你可不能那么轻易就答应他了啊！知道啦。刚说知道了，你现在满脸的粉红泡泡，什么意思啊？谁粉红泡泡了？我知道啦，以前那么多男生追我，也没见你像这次这么担心啊。我这不是因为他看上去就不是特别……啊，知道了，别说我了。你今天跟宫崎先生去看画展怎么样？今天啊，宫崎老师带我去了好多个地方观摩学习。我跟你说啊，不比不知道，这一比真的吓一跳。我原来以为我自己还挺有天赋的吧，结果今天才发现我就是一井底之蛙，我还有好多东西需要学习。你看我什么井底之蛙？宫崎先生他既然愿意教你，你就不是井底之蛙，你是可塑之才，好吗？你学吧，我去换衣服。待会儿我跟白总有事谈，你先回去。这个甜品你拿去送给董事长，就说是我送的。哎呀，白总，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我看一圈没有。这位是，我得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甄姐，哎呦，幸会幸会，真漂亮，漂亮吧？怪不得呢。姐，我跟你说，严总的投资特别的好。是吗？当然了，好合作一下。那可能也是因为白总的品味好吧。哎，我跟你说，这幅画你看上没？挺好的，我送你。哎呀，那怎么好意思？我今天看到这个男的跟你姐在一起，他是谁呀？哦，他叫白西周，跟我姐好像有生意的往来吧。白西周，稀饭那个西周？不是那个西周。他人怎么样？我跟他也只是在饭局上见过几次，反正他每次带来的女孩都不太一样。他是个花花公子啊。那我就不太清楚了，我跟他也不熟，怎么了？
这个是我专门为你研发的一款甜甜蜜蜜曲奇。什么曲奇？甜甜蜜蜜曲奇。怎么了？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是个花花公子？我怎么可能是那你怎么证明？我发誓。放下。每天都要跟我说早晚安。永远都不能说我胖。就算我真的胖，你也不能说我胖。永远都不能再联系戴安妮了，联系戴。你的嘴已经被我封印了啊！如果你敢骗我，你的嘴会爆炸。你好，曹小姐。你好。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可是大人物，发科公司的白总。白总刚刚看了你在桔梗活动中的视频，对你是大加赞赏，一直夸你有潜力，也因此投入了20%的股份在咱们公司，并且一直在强调这部分资金一定要专门用在你个人的发展上。瑶瑶，你可得好好谢谢白总啊！谢谢白总，好好努力，我非常看好你。哎，白总，今天晚上我做东，咱们得吃顿便饭。今天我还有事儿，改天吧。那我先走了。啊，我送您。不了，您留步吧。啊，瑶瑶，那你替我送送白总。好。啊，白总慢走啊。送你个礼物，不喜欢吗？如果这是给我个人的礼物，我希望你还是收回去吧，白总。你不要多想啊，这不是我私人的钱，是我向公司董事会申请的，他们也觉得你很有潜力。我相信我的投资眼光绝不会出错。好了，工作的事情聊完了。晚上一起吃个饭吧。你不是说你晚上有事儿吗？原来就是这个事儿啊！你不要拆穿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晚上见，曹小姐。好的，白总。刘总，要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签合同吧。这是我们公司呀第一次做基金托管业务呀。这几天我看到了叶总的热情和裴总的专业呀。我们把基金交给你们管理，就像把钱呀放在保险箱一样，我放心呀。是。刘总，感谢您的信任，但我还是要嘱咐你，基金不强制要求托管，我们托管机构的职责也不完全等同于您实际管理人的职责，而且基金托管也不等于把资金就进了保险箱。我想咱们之间的责任划分，合同里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刘总，裴总说的也没错，因为我们双方呢都是正规公司，一些细节问题确实要考虑清楚，但是不急于一时啊，我们可以下面继续沟通。刘总，为了避免我们在日后责任划分上出分歧，还是要把事情说清楚，毕竟这都是您的血汗钱，
我们也得认真负责啊。刘总，作为基金的实际管理者，我们更应该对您认真负责。您把这么大单子能交到我们手上啊，我一定会保证您的收益和安全。我就欣赏你的严谨。来，签合同。好。喜欢红酒啊？还行吧。你挑的这瓶不错。我可没说要喝酒啊。你能来，我很高兴。你现在可是我老板，老板请员工吃饭，这种应酬实在是不好推啊。不用一口一个老板的吧？如果只是请员工吃饭，我想我不用这么认真。那不是员工是什么？你觉得呢？我觉得，你还是别费心了。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就是一个普通女孩，你身边的美女一定不少，不缺我这一个。何况你生活的圈子，根本就是我遥不可及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不也正在一起吃饭吗？对，来吃饭吧，我饿了。服务员。回来啦，瑶瑶，你回来了。看什么呢？偷偷摸摸的，给我看看。瑶瑶，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就算前路充满荆棘和泥泞，你的出现是沿途最美风景。就算难过被人误解，我知道你会相信我，因为有你为我遮风挡雨，让相遇变成最甜的蜜语。因为有你伴我一路前行，让我可以勇敢飞翔，拥有乘风破浪的力量。